美国军人偷跑到朝鲜，让美韩紧张。那您怎么看这件事？将对美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造成什么影响呢？从我们现在获得的信息看，这位美国兵呢是有意叛逃到朝鲜的。这位美国二等兵在越界前因为袭击罪而在韩国坐监，释放以后呢要被遣返到美国接受进一步的军纪审查。但是呢，他设法脱离机场，混到去板门店的旅行团，然后呢就逃到朝鲜了。可以看出他是叛逃，那么对朝鲜呢是他自己的选择。在朝鲜和美日韩处在关系紧张的时候，美国兵的叛逃呀，不仅让美军脸上无光，也让美国政界和军界感到慌张，可能呢给美国与朝鲜打交道带来新的危机。到目前为止呀，朝鲜呢方面没有透露出任何的处理信息。那么从美国白宫、国务院到五角大楼、联合国的美国官员，他们能说的只是关切这位美国兵的健康，而其他方面呢都是沉默状，好像哑口无言。这位美国兵呢是一名骑兵侦察兵，是否掌握更多的情报，是不是对朝鲜的处境内心同情都没有交代。而更具生命色彩的是，这位美国兵叛逃以后几小时，那么朝鲜呢便向附近海域发射了2枚弹道导弹，不知道这两者之间呢有没有关联。可以说呀，美国兵叛逃到朝鲜会给拜登政府带来重大的危机。不管朝鲜怎么给他定性，他都将是朝鲜与美国交涉的新筹码，是朝鲜反美抗韩的宣传工具。拜登政府呢会面临更大的压力，为释放美国兵而花费心思。美国官员能不能见到美国兵，能不能到朝鲜探访，涉及一系列复杂的外交，拜登政府和美国军方呢一定是很头痛的。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请中国帮助阻止朝鲜半岛局势进一步恶化。那您认为为什么要求助于中国？中国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呢？不仅美国请求中国帮助阻止朝鲜半岛局势进一步恶化，韩国呢也发出了同样的呼吁。韩国外长出席东盟外长会议期间，与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会谈，希望呢重置中韩关系，要中国在遏制朝鲜威胁方面发挥建设性角色。现在呀，美国兵叛逃朝鲜，美韩呢恐怕就更要中国帮忙解决了。不过呢，想想美韩现在的低姿态，让中国人呢一定会感到可笑。很多人都会说早干啥去了。拜登政府这2年多的时间呀，对中国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打压，全面围堵中国的发展。韩国总统尹锡悦上台，快速地向美国选边站，还很冲动地要干涉台湾事务，与美日结成芯片联盟来打击中国。美韩呢，怎么就不早点思考一下，要是朝鲜半岛出现失控危机该怎么办？该找谁帮忙呢？实际上呀，朝政在于美国。特朗普当总统的时候，本来是有很好的缓和半岛紧张的机会，都和金正恩呢在板门店会晤了，但是因为傲慢而失去了改善朝美关系的机会。拜登政府一样的傲慢，干脆冷落朝鲜，举行大规模军演，还把战略核潜艇开到了釜山港，以体现美国对韩国安全的承诺。这呢是1981年以来美国战略核武器首次出现在朝鲜半岛地区。朝鲜呢视为是对朝鲜和周边国家最露骨的核恐吓，也是对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大威胁和挑战。当然呢，要进行反制，要求美韩呀必须停止一切挑衅性行动。而中国呢一直在劝和促谈，倡导半岛无核化的双轨机制。要是美韩呀早听了中国的劝，这半岛局势呢绝对不会像现在一样的紧张。那么针对美韩的请求，中方呢也表了态。外交部说呀，当前半岛形势不是中方愿意看到的，希望各方坚持政治解决方向，通过有意义的对话，均衡解决各自合理的关系，维护半岛和平局势。美韩呢要中国帮忙，那就得听中国的这句劝，通过对话和谈判来解决危机，而不是核威慑、示威性很强的军演。制裁呢更无助于缓和紧张局势。美韩呀不愿意接受吗？愿意接受，中国呢就能够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来自5所大陆高校的37名师生在台湾的参访行程进入第5天。19号上午，主办方安排师生团前往岛内第一学府台湾大学参访，下午与台北论坛基金会进行交流，以及参访台北著名景点大稻埕。值得一提的是，马英九连续第3天陪同师生团走访，尽显地主之谊。19号上午，大陆师生访问团抵达台湾大学进行座谈交流。马英九再次陪同大陆师生参访，台大前校长管中敏、政治学系教授左正东等人先后抵达会场。马英九曾就读台大法律系，对台大有深厚的感情。此次在母校，马英九尽显地主之谊，一路与学生老师有说有笑。而自大陆访问团抵达台湾后，马英九多次参与到行程之中，从台湾政治大学、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到台湾大学，马英九已经一连3天陪同大陆师生参访台湾高校。当然，他是台大毕业嘛，那他当然是希望能够带着这一团的陆生啊，都跟台大同学多认识彼此啊。他昨天在文化大学也跟两岸的同学都谈得很愉快。访问团一行还在讲解员陪同下参观了台大校园，讲解员特意为众人介绍马英九曾经就读的法律系所在地。随后，访问团到辜振甫纪念图书馆参访。值得一提的是，1993年，辜振甫在担任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时，与大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在新加坡举行了深刻影响两岸关系的汪辜会谈，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迈出了历史性的重要一步。大陆师生团成员湖南大学学生郑一轩表示，此行交流了学校文化，感受到校园内浓厚的文化气息，期盼着能进行更深一步的交流。首先是我们都是年轻人，然后其次我觉得我们都是一家人，所以我觉得我们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就像朋友一样，然后也希望我们可以有更深更好的感情。同为师生团成员的北京大学学生文云浩表示，这是他第2次来到宝岛台湾，一些日常学习生活，包括喜欢的影视音乐作品等，都是与台湾青年交流时的热门话题。最近在酒店里面，可能打开电视也会看到包括《甄嬛传》呀这些的大陆的一些我们非常喜爱的作品，在这边呢在播放。那么我们大陆青年呢，很多时候也会看很多的台湾的这些影视作品，是非常知名的。这些的交流，我想能够很好的促进我们两岸青年之间，拉近我们彼此的距离，来交心、交往、交融。在行程中，奥运冠军丁宁的一名铁粉 Ruby 专程来到台大校园内，在一旁拉着“鲲鹏展翅宁是强，百战不殆终为王，丁宁时代”等横幅，引人注目。据了解，丁宁后来为其签名，满足了粉丝的愿望。Ruby 向记者介绍，自己从2015年苏州的一场球赛起开始喜欢丁宁，特别欣赏丁宁的运动精神以及球技。他还多次前往现场观赛，为丁宁加油鼓劲儿。大陆师生团来台第5天，上午前往马英九的母校台湾大学参访，下午呢则与台北论坛基金会进行交流。陆生和我们分享今天的交流心得，表示呢相信和台生的交流不会有障碍。